你会问第一季第1集中的龙妈有多大？不是很大，只有17岁。又有多少网友会按下暂停键，甚至无限循环截图放大观看？这是龙妈的出场镜头，完全就是一个面带忧伤的小姑娘。哥哥的一声呼喊惊醒了龙妈，哥哥拿来了最好的丝绸，可是龙妈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哥哥看着龙妈的身体，要龙妈好好打扮一下，因为哥哥接下来要把她送给克拉人的首领马王。哥哥告诉龙妈，克拉人战败时都会剃掉自己的长发，然而首领马王从未战败过。看看他的长发就知道他是有多么无敌。龙妈缓缓来到了马王的身旁，马王那透视般的眼神扫视了龙妈的全身，可是马王却一声不吭的离开了。难道是没看上我吗？这时哥哥也慌了，总督告诉哥哥，马王已经看上他，如果不喜欢的话，马王肯定会说的。原来在战争中，龙妈的父亲失去了王座，哥哥便以龙妈的身体作为交换，让马王帮他重新夺回铁王座。可是龙妈并不想沦为牺牲品，很快他们就举行了婚礼。期间，龙妈父亲的旧部下乔拉献上了维斯特洛大陆以及7国的详细资料，并立下誓言会永远服侍真龙之子，而他以后将会成为龙妈最忠诚的守护者。随后，总督送来了3颗真龙化石，龙妈手捧这个早已灭绝在历史长河中的传说，似乎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最后，马王送给他一匹雪白的战马，两人就这样完成了婚礼。婚后，他们并没有直接前往维斯特洛大陆，而是一路向东，朝着马族的圣地多斯拉克迁移。途中，龙妈虽然在侍女口中得知真龙已经灭绝，但她并没有放弃，始终将3颗龙蛋精心照料着，因为她知道自己家族是这片大陆上唯一一个能驯服龙的家族，并且统治了其长达284年之久。为了尽快适应马族的生活，龙妈开始认真学习多斯拉克语言，让随行的侍女传授她马族礼仪。龙妈学习得很快，渐渐的她让马王爱上了自己，并成功怀上了孩子，这让龙妈在马族的地位逐渐提高，也在开始脱离哥哥的控制。在一次迁移途中，善良的龙妈不忍手下鞭打奴隶，便下令原地休息。可这一举动却惹怒了维赛里斯，他无法容忍一直任自己摆布的妹妹居然向他发号施令。愤怒的维赛里斯用刀指着龙妈，告诉他自己才是真龙之子，是7国之主。就在这时，突如其来的鞭子直接将他放倒。看着苦苦挣扎的哥哥，龙妈虽然痛恨他，但却不想伤害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被放开后，他不但没有悔改的意思，反而命令乔拉杀死这些多斯拉克的狗。Kill these Dothraki dogs! I am your king! Shall we return to the Khalasar, Khaleesi? 此刻的维赛里斯还沉寂在自己从前的优越感里，不知不觉中，龙妈身边已经有了自己的拥护者，而他也将会被马族放弃。终于，在经过长途跋涉后，大部队回到了多斯拉克马王之城。可维赛里斯却因为马王一直没有兑现那6万军队，开始不断嘲讽周围遍布的马粪味。为了体现仅存的威信，他又一次将愤怒发泄在妹妹龙妈身上。然而这一次他不想再忍了，因为此时的龙妈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任人欺负的小姑娘。I am Khaleesi of the Dothraki. I am the wife of the great Khal, and I carry his son inside me. The next time you raise a hand to me,will be the last time you have hands. 现在他终于明白，即使给哥哥一支军队，他也没有能力统帅，更不可能带自己回家。在生吃完1颗马心后，龙妈在马族的地位彻底巩固。维赛里斯看着众人簇拥中的妹妹，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自己复国的希望破灭了，即便马王能拿下7国，但真正坐上铁王座的一定不会是他。于是准备偷走龙妈的3颗龙蛋卖掉，然后再买一支军队和船只另起炉灶。然而他的心思早已被乔拉看穿。The greatest dynasty this world has ever seen on my shoulders since I was 5 years old, and no one has ever given me what they gave to her in that tent. 虽然他曾是维赛里斯父亲的旧部下，但此刻乔拉只相信龙妈才是那个真龙之子。无奈的维赛里斯只能放下龙蛋，愤怒的离开。夜晚，整个部落正在为龙妈举行盛大的宴会，可维赛里斯却突然闯了进来。他借着酒劲不顾乔拉的劝说，用刀指向了龙妈腹中的孩子，并威胁着告诉他 I want what I came for. I want the crown he promised me.He bought you, but he never paid for you. 看着妻子身前的刀，马王答应了。但维赛里斯不知道的是，龙妈早已是马王的近软，而他刚刚的行为也彻底激怒了马王。在确保龙妈安全后，他直接下令控制了维赛里斯。接着，马王将身上的黄金扔进了锅里熔掉。此刻，维赛里斯终于意识到了死亡的恐惧，他不停地向龙妈求饶。然而这一次，龙妈没有再替哥哥求情，而是眼睁睁看着马王为他戴上那顶滚烫的王冠。He was no dragon.Fire cannot kill a dragon. 维赛里斯怎么也想不到，被他安排的这段婚姻却成了自己的坟墓。虽然龙妈被迫嫁给了马王，可她却意外获得了爱情。这天，她向马王讲述着自己的故乡以及那个象征权力的铁王座，但马王却不感兴趣。他觉得骑着世界的骏马不需要铁椅子，并且自己的马也没办法横越海洋，便回绝了龙妈攻打7国的提议。但一路漂泊的辛苦让龙妈始终没有放弃回家的念头。
于是便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乔拉，想通过他帮忙劝说马王。但乔拉则表示多斯拉克人有自己的步调，并且现在马族不具备攻占七国的实力，希望龙妈耐心等待。就在龙妈还想说什么时，被乔拉打断并借机离开了。这时，一个小男孩递给乔拉一封赦免信，原来他是为了赎罪被劳勃安排在龙妈身边的卧底，而龙妈近期的一举一动也被乔拉如实的汇报了上去。当劳勃得知坦格利安家族还有血脉在世时，他决定杀死龙妈以绝后患。这时，一个商贩正在热情地给龙妈介绍酿制的酒，在得知产地是自己的家乡后，龙妈没有拒绝，可他想不到酒里早已放好了剧毒。将一切看在眼里的乔拉及时出现并阻止了龙妈，接着他让商贩为自己倒好酒，然后拿到嘴边闻了闻，但乔拉并没有喝下去，而是轻蔑地递给了商贩。这时龙妈也察觉到异常，眼见已经暴露，商贩只好假装接过酒杯。突然他奋力推开龙妈，趁机逃走，可不等他跑出集市就被侍卫直接放倒。不知不觉中，作为间谍的乔拉心早已被龙妈征服。夜晚在看到龙妈安然无恙后，马王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但对劳勃刺杀自己妻儿的事，他并没想就此结果。在所有人的见证中，马王愤怒地发誓，他要做以前所有卡奥都没有做过的事，带着自己的族人横渡海峡，杀死那些穿铁衣服的人，为龙妈拿下七国，让自己的孩子坐上铁王座。也是在这一刻，眼前这个男人让龙妈感受到了权力的力量，在他心里种下了坚强的种子，也给了他统治七国的勇气。但想要攻占七国，必须找到可以横渡海峡的船，而现在的马族却没有购买的能力。为了买船，他们开始洗劫沿途的村庄，收集粮食。可这一举动让善良的龙妈起了怜悯之心。虽然乔拉告诫他这是多斯拉克人的习俗，但龙妈依旧用自己卡利西的身份强行干预，并下令带走被俘的女人，准备收为己用。也是龙妈这一时的善良，今后给他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后果。战利品被龙妈带走，马族的战士自然不服，便找到马王理论。然而对男人的当面指证，龙妈却淡定地告诉他。看着变得凶猛的龙妈，马王告诉手下，这就是自己儿子带给他的力量。那个骑着世界的骏马在他体内，让他充满了火焰。眼见马王偏袒龙妈，他直接拔出刀准备挑战马王。虽然马族崇尚武力，但在众目睽睽之中挑战卡奥的威严还是第一次。为了杀鸡儆猴，马王扔掉了自己的匕首，接着干净利落地用对手的刀解决掉他，可也因此受了一点轻伤。这时被俘的奴隶中走出一个女人，称自己是祭司，并表示可以帮马王医治，但却被一旁禁卫拦下。他觉得作为羔羊的女人没资格为卡奥疗伤，都是一些骗人的手段。可龙妈因为担心伤口会持续恶化，便开始劝说马王接受治疗，不忍拒绝龙妈的一片好心，马王便同意了他的建议。然而经过祭祀的治疗，马王不仅没有变好，反而身体状况开始逐渐变弱，甚至在一次迁移中，向来健壮的马王却从自己的坐骑上摔了下来。龙妈担心地上前查看他的伤势，可身后的禁卫却幸灾乐祸地说道：而马王的倒下也让有心者开始挑战龙妈的威胁。此时的马王已经奄奄一息，伤口开始化脓。乔拉认定马王活不过今晚，接着告诉龙妈，我们现在必须离开，因为在这里只崇尚武力，不像维斯特洛那样传承血脉。等马王死后，必然有一场混战，新的卡奥会接替他的位置，而那时等待你的也将是死亡。即便这样，龙妈依旧果断放弃了逃生的机会，选择陪在马王身边。她坚信奇迹的出现，随后便叫来了女祭司，希望她可以救活自己的丈夫。但祭司告诉龙妈，只有死亡才能换取生命。就在她还不明白什么意思时，马王的坐骑被牵进了帐篷。接着祭司告诉龙妈，在自己施法时，所有人都不得进入帐篷，然后一刀将战马杀死。龙妈心疼地看了一眼马王后，依依不舍地走了出去。这时帐篷内突然传来阵阵鸣唱，如恶魔般的嘶吼响彻在整个部落。突然一个首领从人群中冲出，想要进去杀死祭司，但被早有准备的乔拉拦下。接着两人便开始了男人之间的对决。虽然乔拉一直处于下风，但他却有着盔甲护身。就这样，乔拉杀死了反叛者。而这时龙妈察觉到自己的孩子也即将出生，可部落里的接生婆却觉得她是被诅咒过的女人。无奈的乔拉只能将龙妈抱进帐篷。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龙妈醒了过来，她第一时间想见自己的孩子，但一旁的乔拉却欲言又止。这时身后的女巫告诉她，孩子生下来就是死的，唯有死亡方能换取生命。龙妈以为换掉的那个是马的生命，没想到换掉的却是她肚子里孩子的生命。 Where's Goldro? Show him to me. Show me what I bought with my son's life. 龙妈踉跄地走出帐篷。如今的马族早已今非昔比，原本的4万骑兵也在马王倒下去的那一刻弃龙妈而去，留下的只有那些无法战斗的老弱病残。随着女巫的指引，龙妈终于看到了马王，温暖的阳光洒在他身上。此时马王的伤口也已经愈合，可空洞的眼神再没了往日的霸气。龙妈愤怒地质问女巫，要多久她才会变回从前那样？ The sun rises in the west, sets in the east. When the seas go dry, when the mountains blow in the wind, like leaves. 听完女巫这几乎不可能的话，龙妈仅剩的希望也破灭了。
虽然女巫复活了马王，但她却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植物人。龙妈也尝到了自己的善良带来的后果。原来女巫并不是真心要去救马王，因为多斯拉克人摧毁了她信仰的神庙，杀死了她所有的亲人。她只想为家人复仇，而这也是龙妈3次背叛中的第1次血的背叛。龙妈救下了女巫，而女巫却利用血魔法害死了她的孩子和马王。夜晚，龙妈轻轻擦拭着爱人的身体，喃喃地回忆曾与马王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可当她想起女巫对马王的诅咒时，泪流满面。曾经那个发誓守护他一生，为他征战七国，让2人的孩子坐上铁王座的那个男人，如今却失去了战斗的能力。在深情一吻后，他拿起身边的枕头，含泪结束了马王的生命。龙妈知道，如果让马王自己选，他一定不会这样活着。马王静静地躺在火葬台上，这一刻，龙妈失去了一切。乔拉劝解他可以将龙蛋卖掉，换取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财，但从龙妈的眼神里，他只看到了决然。接着，龙妈命手下将3颗龙蛋化石作为陪葬放到马王身边，然后将女巫也绑上了火葬台。看着仅剩不多的追随者，她依然坚信自己就是真龙之女。I am the dragon's daughter, and I swear to you that those who would harm you will die screaming. 最后，龙妈用火把点燃了祭台，再看了乔拉最后一眼，义无反顾地向着心中的挚爱走去。伴随着巫女的阵阵哀嚎声，龙妈消失在炙热的火焰中。大火烧了整整一夜。当第2天一切燃尽，乔拉准备为龙妈收敛尸骨，可眼前的一幕却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龙妈不但没死，反而从大火中孵化出了3条幼龙。时隔100年，灭绝的物种再次降临在这片大陆，从此她又多了一个称号——风暴降生，龙之母。为了远离背叛自己的族人，龙妈带着仅剩不多的子民离开了多斯拉克，踏上了一段全新的征程。虽然如今拥有了3条龙，可此时的她却连龙吃什么都不知道。在这寸草不生的红色荒漠，他们找不到水源，更加没有食物，就连马王送给龙妈的那匹马，也因为体力不支倒了下去。看着身后那一双双期许的眼神，乔拉让龙妈打起精神，因为她是这些人的勇气之源。Because you are mine. 为了走出这无尽的荒漠，龙妈喊来了几个年轻力壮的人，命令他们骑上自己的马一路向东，分3条路线寻找出路，不管能不能遇到人，哪怕见到河流湖泊，也要回来通报。一夜过后，没有补给的族人3、3两两地围坐在一起，乔拉也只能靠仅存的水勉强支撑。这时，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可当乔拉走近，才发现回来的只有1匹马，派去的人早已被杀害。在乔拉查看后才知道，凶手竟是背叛龙妈的旧部下。不久后，龙妈见到了第2个人，他带回来水和食物，并告诉了龙妈一个好消息：往东走3天，有一座城市名为奎尔斯，而且里面掌权的13子也已经答应他们入城。这时，乔拉告诉龙妈，奎尔斯城墙外全是荒漠，人称骸骨花园。奎尔斯人每拒绝旅行者1次，花园就会更繁盛一点。但此时的龙妈已无路可走，只能选择前往。在看到奎尔斯迎接自己的队伍后，龙妈有点惊讶，显然这阵势不像是在欢迎她，但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强作镇定。这时，迎面走来一群人，而他们就是掌握奎尔斯几乎全部财富的13巨子。就在龙妈准备介绍自己时，却被其中一个胖子打断。他言语中尽是对龙妈的轻蔑，接着便趾高气扬的要见3条龙，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怀疑龙的真实存在。听着胖子目的不纯的借口，龙妈便一口回绝了他，随后表示自己只想让族人有一个落脚点。胖子见目的没达到，告诉龙妈见不到龙，哪里来就回哪里去。此刻龙妈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看着将要离去的众人，她愤怒地对着13巨子说道13, when my dragons are grown, we will take back what was stolen from me and destroy those who have wronged me. We will lay waste to armies and burn cities to the ground. Turn us away, and we will burn you first. 或许是害怕龙妈的报复，人群中走出一个黑人，而他也是13巨子中的一员，名为扎罗。他告诉胖子，龙之母不该受到这样的侮辱，接着便划破手掌替龙妈做了。他告诉胖子，龙之母不该受到这样的侮辱，接着便划破手掌替龙妈做了担保。就这样，他们走进了为自己敞开城门的奎尔斯，而龙妈不知道的是，城门的另一边迎接她的将是更大的阴谋。有了落脚点后，龙妈的心情好了起来，同时也慢慢试着了解起龙的习性。龙在一天天长大，卓哥也已经可以自己进食了。宴会上，龙妈一袭长裙，高贵而美丽。这时，13巨子之一的男巫突然出现，并递给龙妈一颗宝石。他告诉龙妈，看向宝石的最深处，里面有很多切面，会看到不同的自己。就在龙妈疑惑不解时，另一个男巫出现在她身后。It would be an honor to host you at the House of the Undying, Mother of Dragons. 这时，一个头戴面具的女巫找到了乔拉，她警告乔拉，此时的龙之母需要你的守护，因为成年后的真龙可以毁灭一切。13巨子已经有了贪念。另一边，扎罗对这个没钱没势力，而且拥有3条龙的女人心动，不停地向龙妈展示其庞大的财富，并将她带到了自己的私人宝库前。接
接着告诉龙妈，这里面有无数金银珠宝，只需要其中的一半，足够你购买马匹、船只与军队。而且唯一打开这扇门的钥匙就在我手上。All I have to do is marry me. 见龙妈犹豫不定，扎罗继续说道：“劳勃已死，只要你答应嫁给我，七国就是你的，而且日后我们的孩子也将成为王子与公主。”这一刻，龙妈动心了。可当乔拉知道后，开始极力反对。他觉得扎罗割破手掌获取了龙妈的好感，再拿金钱诱惑都是一些骗子的手段，并且拿下七国需要维斯特洛人民的支持。接着他告诉龙妈：“你有自己的称号，有继承权，完全可以靠自己名正言顺地坐上铁王座，根本不需要那个只会开空头支票的男人。”在乔拉的劝说下，龙妈放弃了嫁给扎罗的念头，也听取了他的建议，去寻找一艘可以渡海的船只。第二天，龙妈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扎罗，可当他回到家时，却发现遍地尸体，自己身边的其中一个侍女也已被杀，而且3条龙也不知所踪。与此同时，一个全身被麻布遮盖的人正背着龙妈的3条龙向着不朽神殿走去。乔拉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来，可看着眼前的一幕，他也没有任何办法。在这里，13巨子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龙妈把所有的愤怒发泄到了乔拉身上，她觉得自己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曾经相依为命的哥哥，为了得到军队，将他卖了出去。那些誓死效忠他的多斯拉克人，在马王倒下去时弃他而去。如今复国唯一的希望已破灭了。看着几近崩溃的龙妈，乔拉依旧耐心地安抚。Let me help you. Please. Tell me how. Find my dragons. 为了搜集线索，乔拉找到了曾在宴会上提醒过自己的女巫，而这个女蒙面人的身份不得而知，因为她只在第2季中出现过。原著中对她的描述是：阴影之地的奎西，来自亚夏，是一名拥有预言能力的魔法师。他没有回头就已经说出了乔拉的来意。乔拉惊讶地愣在了当场，以为龙在他手上便要动手，可女巫却直接道出了他的心声。You want to please the mother of dragons. You love her. Where are the dragons? Will you betray her again, Jorah the Undead? Will you betray her again? Never. The thief you seek is with her now. 另一边，龙妈已经找到了13巨子，此刻她没有了以往的咄咄逼人，而是祈求众人将自己的孩子还给她。如果没有她的守护，3条龙会随时死去。可胖子却嘲讽地说，那样最好不过，因为在他心里，龙就是不祥之物，会给世界带来死亡和痛苦。这时，一旁的男巫却唱起了反调，他认为龙妈应该和自己的孩子团聚，随后便承认自己偷走了龙，此刻就关在不朽神殿。接着他坦然地告诉龙妈，在你走进城市的那一刻，我便与奎尔斯的国王约定好了。But there is no king of Karth. There is now. 龙妈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切竟是他在背后操控。接着扎罗说出了自己的野心，原来他早已和男巫勾结，并且对奎尔斯的王座窥伺已久。而龙妈的到来正好是他动手的最佳时机，因为得到3条龙会更加稳固他在奎尔斯的地位。但其他13巨子却不以为然，一个暴发户凭借一个江湖骗子就想坐上奎尔斯的王座，简直天方夜谭。这时男巫缓缓上前，告诉了他们什么是江湖骗子。Mother of dragons will be with her babies. She will give them her love, and they will thrive by her side. 龙妈还没明白他话中的意思，13巨子就被其无数分身杀死。眼见男巫对自己虎视眈眈，龙妈想趁机逃走，然而刚离开大厅就被拦下。就在这时，一把匕首扎进男巫的身体。原来乔拉在女巫的提示下也赶了过来，虽然救下了龙妈，但杀死的却是男巫的一个分身。接着男巫告诉龙妈，你的孩子就在不朽神殿等你。此刻乔拉意识到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只能匆匆离去。等确保安全后，他希望2人赶紧离开奎尔斯，并表示自己已经找到了前往阿斯塔国的船。可龙妈却满脸失望，她没想到乔拉会说出这样的话，自己的孩子还在男巫手里，你不想怎么去营救，反而想要逃走。但乔拉也有着自己担心的地方。接着他告诉龙妈，不朽神殿是奎尔斯最恐怖的地方，里面充满了难以预料的危险，曾有无数人想从中获取力量，但走出来的人却微乎其微。如果就这样毫无准备的进去，势必会落入男巫的圈套。 They are my children, and they are the only children I will ever have. 此刻乔拉知道，作为一个母亲，她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孩子。为了找回丢失的3条真龙，她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不朽神殿，同时也进入了这个古老宫殿营造的幻象中。在幻象中，龙妈看到了一场死亡盛宴，参加的客人都被无情地屠杀，其中一个死者还被割手，并戴上了冰原狼的头颅。而这个幻象中所预言的，便是未来将要发生的血色婚礼。那个被割去头颅的人，就是北境之王少郎主罗伯士坦克。忽然，一个声音打断了处在幻象中的龙妈，她循着声音推开了不朽神殿的大门。可眼前的景色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白茫茫的风雪中矗立着一间帐篷。龙妈虽然惊讶，但还是走了进去。当她看到帐篷内熟悉的一切时，愣住了。曾经那个深爱过的男人，以及没能出生的孩子，此刻就在她眼前。龙妈有些恍如隔世，她似乎又一次得到了上天的垂怜。看着马王怀里的孩子，她想起了女巫的诅咒。 The sun rises in the west, sets in the east.
When the seas go dry, when the mountains blow in the wind like leaves. 他多么想永远停留在这一刻，纵有万般不舍。可龙妈知道这些都是南巫想留下他的幻想，虽然这一切都是梦，但却是他与马王最好的结局。终于，龙妈见到了自己丢失的3条龙。此刻，他们被铁链牢牢锁在石台上。就在他想要好好看看自己的孩子时，南巫突然出现。他告诉龙妈，当你的龙诞生那一刻，我们的魔法也重生了。龙会让我们的魔法越来越强大，而你会被关在这里，历经季节变迁，陪伴幼龙成长，直到生命的尽头。说完，龙妈同样被铁链绑了起来。Welcome home, Daenerys Stormborn. This is not my home. My home is across the sea where my people are waiting for me. We'll be waiting a long time. 此刻龙妈并没有慌张，而是回头看向了身后的3条龙，似乎感受到了母亲的召唤。原本躁动的他们突然安静了下来。南巫不明所以，下意识地向后退去。这时龙妈转过头，接着淡淡地说道 Dracarys. 炙热的龙焰穿过龙妈的身体，喷向了南巫。就这样，南巫成了第一个被龙烧死的人。而此刻，幼年时期的龙也彰显出了他该有的霸气。接着，他找到了扎罗，打开了那扇拥有无数宝藏的仓库。可当他拿着火把走进去后，才发现里面竟是空的。但龙妈并没有因此生气，反而开心地告诉扎罗：“感谢你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也是从这一刻起，龙妈学会了空手套白狼，并将其应用到了极致。接着，他命令手下将扎罗与背叛自己的侍女关了进去，这也是他遭遇的第2次才的背叛。随后，龙妈洗劫了扎罗的宫殿，准备变卖掉值钱的东西，购买船只离开奎尔斯。离开奎尔斯后，龙妈终于拥有了一艘属于自己的船，而且她的龙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长着。但龙妈还是觉得不够快，因为他们还无法在战争中起到作用。想要夺回铁王座，以他目前的兵力根本没办法与强大的七国对抗。此刻，龙妈迫切地想要一支军队。在乔拉的指引下，他们抵达了阿斯塔波。这里可以购买到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士无垢者，而拥有他们的人是这座城市中最大的奴隶主。无垢者的选拔以及训练方式极为严酷，他们5岁便开始不分昼夜地接受训练，直到熟练地掌握3种杀敌武器，然后再与同伴互相厮杀。每4个男孩一组，只留下活到最后的那个。为了证明自己战士的强大，奴隶主从队伍中叫出一人，然后毫无人性地割去了他的一块肉。可这名无垢者不仅没有丝毫反抗，甚至连一丝痛感都没有。接着，奴隶主告诉龙妈，为了确定他们心中是否还有弱点，他会让无垢者拿1枚硬币去奴隶市场找到一个新生儿，然后在其母眼前将其杀死。听着奴隶主这残酷的训练方式，龙妈难以置信。可当得知这样的士兵竟有8000名时，他更加痛恨这个奴隶主了。8000名无垢者，也就是8000名婴儿的生命。龙妈感叹他们悲惨的命运，但他并不想得到这样的一支奴隶军队。乔拉知道龙妈一时难以接受，便劝解地告诉他，或许他们在你手中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你不会再去伤害他们。这时，一个类似乞丐的小女孩引起了2人的注意。只见她扔来一个木质的皮球，并示意龙妈将其打开。可就在准备拧开时，突然被身后的黑袍人打到，掉在地上的皮球正好停在了她眼前。龙妈不可思议望着近在咫尺的皮球缓缓打开，然后一只蝎子身的怪物爬了出来。不等她有所反应，蝎子直接发动了攻击。这时，原本和善的小女孩却露出了如恶魔般的神情。当黑袍人赶到女孩消失的地方后，发现她早已没了踪影。可一转身，小女孩却出现在了他们身后，而这个刺杀者就是奎尔斯被龙焰烧死的男巫。确保安全后，龙妈对自己的救命恩人说道 I owe you my life, sir. The honor is mine. I agree. 原来他是龙妈父亲曾经的御林铁卫，7国最强大的骑士之一，无畏的巴利斯坦。他曾发誓效忠蜂王，可在龙妈的父亲死后，他却违背了自己的誓言，效忠了老虎。而他找龙妈的目的是想再次为坦格利安家族而战。 Allow me to join your queen's guard. I will not fail you again. 马王去世后，乔拉始终是龙妈最坚强的后盾。如今又多了巴利斯坦，而他日后也将会成为龙妈指路的明灯。对于是否要购买一支奴隶军队，乔拉与巴利斯坦产生了分歧。作为7国最强大的骑士，巴利斯坦觉得龙妈不该选择无垢者，但乔拉则表示他们已经不算真正的男人，而且无垢者足够忠诚，不用担心背叛。在看到城墙上即将处死的奴隶后，龙妈最终决定改变那些被奴役人的命运，解放阿斯塔波。随后，他找到了奴隶主，并表示要买下所有的无垢者，以及那些还在训练中的。可奴隶主表示不出售未完成训练的男孩，而原因是怕他们在战场上表现不佳，影响阿斯塔波的名声。随后开始用只有他们会说的瓦雷利亚语，不停地贬低龙妈，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看着漂亮的女人根本支付不起，即使用她身边的人以及那只船，也只够买100名无垢者。对奴隶主的蔑视，龙妈依旧从容淡定。她看了看四周的奴隶，然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I have dragons.
I'll give you one. 在得知龙妈居然用龙换军队，巴利斯坦与乔拉着急了。他们觉得夺回王位需要的是龙，而不是奴隶。但龙妈霸气的眼神让两人不敢再多说什么。随后，他与奴隶主达成了协议，用自己最大的龙换取8000无垢者，并且在离开前带走了弥桑带作为此次交易的礼物。乔拉依旧不死心，试图劝说龙妈另想办法。他觉得千军万马都抵不过龙的珍贵。对质疑自己决定的两人，龙妈并没有解释，而是告诉他们 But if you ever question me in front of strangers again, you'll be advising someone else. 说完，他问起了弥桑代有关无垢者忠诚的问题，因为这是他一直担心的。而弥桑代则自信地告诉他，一旦成为无垢者的主人，他们便会誓死效忠，即使让他们自刎在你面前。得到答案后，龙妈告诉弥桑代，跟着我会漂泊不定，会挨饿的，甚至还有生命危险。Yes, all men must die. 这一刻，龙妈的最强天团又多了一人。交易如期而至，龙妈也带来了自己的幼龙。此刻，城内的所有奴隶主都闻讯赶来，准备见证这一伟大的时刻。弥桑代也换了一身着装，做起了翻译。他告诉龙妈，善主建议你在得到无垢者后，洗劫沿途的村庄，增加他们的实战能力。而得到的战俘如果有健康的，可以卖给他们。或许10年后，那些你送来的男孩又将成为无垢者。听完奴隶主丧心病狂的建议，龙妈面无表情地看了看他，接着在众人期待的眼神中放出了关着的龙。随后，他将卓耿高高举起，然后把拴着龙的铁链交给了奴隶主。就这样，两人完成了交易。看着自己手里的鞭子，龙妈有些难以置信。在确定这就是可以指挥无垢者的权杖后，龙妈才坚定地转过头。这时，卓耿似乎感觉到自己被抛弃了，不停地嘶吼。可龙妈并没有回头，而是停在了无垢者队伍面前。Go again! 看着无垢者精准地完成自己下达的命令，此刻龙妈终于笑了。这时，一旁的龙正在疯狂地试图正头，奴隶主也愤怒地告诉龙妈：“你的野兽并不听话。” 原来龙妈一直都会说瓦雷利亚语，而她之前的那些辱骂与嘲讽，龙妈都能听懂，因为瓦雷利亚语曾是坦格利安家族的母语。而此刻，她要让无知的奴隶主得到相应的惩罚。接着，龙妈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对无垢者下达了一个命令，让他们砍断奴隶身上的锁链，杀死所有的士兵以及每一个拿鞭子的人。瞬间大战一触即发，但面对强大的无垢者，所有的士兵以及奴隶主都不堪一击。随着卓耿喷出的龙焰，阿斯塔博被顺利解放。大战过后，所有人等待着新主人的检阅，但龙妈却告诉他们，曾经你们活在被人奴役的恐惧中，今天我会还你们自由。如果有谁想现在离开，我绝不会伤害他。此刻龙妈在赌，她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留下，但她想要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而不是依靠权杖的行尸走肉。这时，队伍中一名无垢者拿起了手中的长矛，接着是第二个。重重的敲击声回荡在这片土地上。龙妈看着眼前的一切，她知道自己赢得了无垢者的认可，也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军队。接着便毫不犹豫地扔掉了那个鞭子，因为此刻她已经不需要了。随后，他带着8000无垢者来到了奴隶之城渊凯。乔拉告诉龙妈，这里依靠地理优势，易守难攻，如果想要拿下，起码会付出1半的兵力，并且这对夺回铁王座毫无帮助。可当龙妈得知城中竟有20万奴隶时，他目光坚定地告诉乔拉，那我们就有20万个夺下此城的理由。当得知龙妈的意图后，奴隶主第一时间前来谈判，目的是想震慑龙妈，让她离开渊凯。可当奴隶主见到营地外驻扎的无垢者时，他原本的底气弱了几分，但作为一个上位者，他还是保持住了原有的镇定。然而在看到龙妈身边凶悍的3条龙时，他再不敢有任何轻视。接着命人为龙妈献上了满满2箱金子，并表示还可以提供无数只船，只要龙妈答应离开渊凯前往维斯特洛大陆。虽然龙妈有一时的心动，可看到下面跪着的奴隶后，他目光变得坚定，不再迟疑。接着龙妈告诉他，想要避免战争，必须放出渊凯所有的奴隶，并且给他们足够的钱以及食物，如果做不到，一切免谈。听到这样的条件，奴隶主觉得他在异想天开。随后他警告龙妈，这里并不是你以前收复过的那2座城市，曾经有无数人想打渊凯的主意，结果都无功而返，并且我们还有强大的盟友，一旦开战，他们会解决你的无垢者，那时你也将成为我们的奴隶。 You swore me safe conduct. I did. But my dragons made no promises, and you threatened their mother. 他见已无法再继续谈判，便吩咐手下将金子带走。可卓耿却突然出现护住了金子，被吓坏的2人急忙后退。 Michael, you gave it to me, remember? 无奈的奴隶主只能愤怒地离开，而这也就意味着谈判彻底失败。但此刻的龙妈并不担心，因为如今她有与其对抗的资本。经过乔拉的调查，才得知渊凯的盟友是一支2000人的佣兵，名为次子团，并且他们有着精良的装备以及不俗的战力。为了在战斗中将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龙妈决定用更高的钱让次子团放弃对渊凯的手段。随后便约见了3位首领。可当巴利斯坦介绍完他们的名字后，作为次子团首领的梅罗不仅一脸不屑，
还用最难听的言语辱骂龙妈，因为在他统领次子团的期间，从未吃过败仗，所以根本没将这个号称龙之母的女人放在眼里。但作为主人，龙妈展示出了自己的大度，一边笑脸相迎，一边又调侃地告诉他：“我们有8000名无垢者，并且还有3只龙协助，而你们只有2000骑兵。假如开战，你们将不会有任何胜算。”但梅罗却表示，更加悬殊的战斗我们都赢过，更何况是一个女人带领的军队。这时，一旁的达里奥提出了自己的不解，他觉得龙妈没有船，没有工程武器，更加没有一往无前的骑兵，完全不具备与次子团合作的实力。A fortnight ago, I had no army. A year ago, I had no dragons. 说完，龙妈给了他们2天考虑时间，并且送给了梅罗2桶酒作为礼物。然而梅罗不仅不领情，反而在临走前调侃了弥桑代，这也表明了次子团的立场。So Barristan, when it comes to battle, kill that one first. Gladly, Your Grace. 虽然在与龙妈谈判时，梅罗放下狠话，但他们深知2000骑兵对战8000无垢者根本没有胜算，于是决定在今晚刺杀龙妈。随后3人以猜硬币的方式选出1人执行此次任务，最终达里奥成了那个幸运儿。劝降次子团失败后，龙妈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发愁，突然一声惊叫打断了他。一名刺客用匕首挟持了弥桑代，当他摘下头盔后，龙妈看清了来者的真容，竟是次子团的3首领达里奥。就在龙妈疑惑他为什么不动手时，达里奥扔出了2颗人头，而被杀的人竟然是梅罗与另一名团长。原来在他见到龙妈的第一眼后，就被其绝世容颜所折服，于是他背叛了梅罗，并掌管了次子团。随后达里奥缓缓下跪，宣誓永远效忠龙妈。Second sons are yours, and so is Dario Naharis. My sword is yours, my life is yours, my heart is yours. 就这样，龙妈又一次不费一兵一卒，将拥有2000名骑兵的次子团收入囊中。第2天，他召集了所有人，准备制定接下来攻打渊凯的计划。这时，达里奥主动请兵，表示自己知道一条秘密通道可以偷偷潜进去，到时候在里应外合拿下阿斯塔波，但需要乔拉与灰虫子跟随，以免意外。这时乔拉却极力反对，因为他觉得这是达里奥与奴隶主之间的阴谋，想借此机会除掉龙妈身边的最高指挥。听完乔拉的分析后，龙妈也陷入了沉思，接着他看向已经成为军团长的灰虫子。最终龙妈答应了达里奥的建议，深夜在达里奥的带领下，他们成功进入阿斯塔波。就在准备行动时，突然出现一群士兵，将3人团团围住，但他们并没因此慌张，因为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士。很快，一队士兵被3人解决掉。然而不等他们有片刻松懈，源源不断的士兵从巷子中冲了出来。另一边，龙妈在着急地等待着消息。这时，乔拉与灰虫子满身疲惫地出现在营地外。接着，乔拉告诉龙妈，阿斯塔波那些不愿为奴隶主而战的士兵，最终扔掉了长矛，选择向您投降。听完乔拉的话，龙妈欣喜若狂。然而下一秒，他却问起了达里奥。一句话让原本满脸笑容的乔拉心里五味杂陈。这时，达里奥的身影也出现在几人身后。接着，他将象征渊凯的旗帜献上，并对龙妈说道：“第2天，龙妈带着军队静静地矗立在阿斯塔波城外，他在等被自己解放的那20万奴隶走出那扇大门。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内始终没有动静。此刻，龙妈有些失望，接着告诉乔拉，枷锁戴久了也会有人爱上他。就在这时，紧闭的大门忽然被打开，源源不断的奴隶从中走了出来，整整20万。接着，他们停在了龙妈面前，然后高呼着弥沙。而弥沙在古吉斯语里代表着母亲。龙妈让自己的3只真龙飞向高空，在所有人的欢呼中，它被高高举起。就这样，龙妈解放了这座古老的城市，向着她心中的铁王座又进了一步。接下来，龙妈会来到迷陵，小女孩被无情地钉在了十字架上，而巴利告诉龙妈，这是迷陵的统治者惩罚奴隶的手段，往后每1公里都会有这样的人被钉死，共计163处。龙妈难以置信，同时也更加痛恨那些践踏生命的奴隶主。她没有同意巴利想提前埋掉那些同样被绑起来的人，因为龙妈要看清这163人的脸。也是从这一刻起，废除奴隶制度便深深烙在了龙妈心里。日落前，龙妈终于抵达了被称为奴隶湾的迷陵，这里被一群换作为主的奴隶主统治着。龙妈的到来吸引了所有贵族的注意，但他们却不屑一顾，因为根本不怕如此坚固的城墙会被龙妈攻下。这时，巨大的城门缓缓打开，一名骑兵在贵族的呐喊声中冲了出来。就在龙妈疑惑不解时，骑兵脱掉了自己的裤子，然后对着龙妈军队的方向放起了水，这让原本嚣张贵族们笑得更加肆无忌惮，嘲笑龙妈的无垢者是一支不算男人的军队。面对如此挑衅，龙妈愤怒到了极点，于是决定派出1人解决掉还在喋喋不休的骑兵。但派谁，龙妈心里却没底。虽然每个人都愿意为他而战，可龙妈还是犹豫不决，因为不想因此牺牲他们。这时达里奥走了出来，他表示自己不是无垢者最高指挥，也不是女王的铁卫，更加不是一路陪伴他的心腹。龙妈看了看自信的达里奥，便同意了。随着敌人战马的一声嘶吼，对战正式开始。然而达里奥看了看越来越近的骑兵，不仅没准备战斗，反而向龙妈抛了个媚眼。接着他淡定地抽出腰间的匕首，
被誉为迷林最强的冠军骑兵就这样被达里奥搞定。眼见自己的人被杀，愤怒的贵族开始不按套路出牌，想用弓箭射死达里奥，然而箭的射程却根本达不到。这时达里奥挑衅的解开腰带，用同样的方式还击了回去。见到迷林的贵族不敢再蔑视自己，龙妈对着城内的奴隶说道：“我曾来迷林前解放过2座城市，来这里并不是要奴役你们，而是要给你们选择。那些杀死你们孩子、为你们戴上枷锁的人才是你们的敌人。”说完，他命令投石车上前。在所有贵族疑惑不解的眼神中，龙妈下达了命令。被投进来的木头砸在坚硬的城墙上，接着四散地落在迷林的每个角落。这些并不是攻城的炸弹，而是被龙妈解放的那些城市中每个奴隶脖子上的枷锁。这是一个奴隶看着手中象征自由的项圈，满脸渴望。深夜，在阴森女妖雕像笼罩下的迷林格外安静。一群穿着奴隶打扮的人突然出现，并打开了下水道的闸门，而他们就是龙妈的无垢者。另一边，迷林城的地下室，奴隶汇集到了一起。有人在见到龙妈强大的气场后，已经开始动摇，因为没有人愿意带着枷锁过一辈子。但常年对为主的恐惧让大多人放弃了抵抗。就在他们犹豫不决时，灰虫子突然出现，接着将自己带来的武器扔在了人群中。他希望这些人能奋起反抗，推倒迷林的统治者。第二天清晨，正在巡查的为主突然发现，阴森女妖雕像已经被一面旗帜代替，同时周围巷子的出口也被拿着刀的奴隶包围。接着，所有的人蜂拥而上，杀死了为主。就这样，龙妈又成功解放了奴隶湾最大的城市迷林。看着那些高呼自己迷杀的子民，龙妈始终难以忘记沿途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孩子们。于是她决定以同样的方式处罚为主。这时，巴利斯坦将龙妈叫到了一边，他觉得此刻这里所有人已经是他的臣民了，或许用仁慈回应不公会收益更好。但龙妈却告诉他 I will answer injustice with justice。最终，龙妈没有妥协，而是用行动惩罚了那些恶人。站在迷林最高的权贵中心，龙妈眺望着家的方向，她知道那一刻离自己已经不远了。这天，龙妈开心地看着自己的龙，卓耿贪婪地匍匐在她腿上，安静得像个孩子。卓哥与维塞里昂在空中争夺着食物，忽然掉下的猎物引起了卓耿的注意。龙妈试图安抚，却激起了他的野心。龙妈一直将他们作为自己复活的希望，可如今虽然长大了，但也越来越不听她的话。然而还没等他解决完龙的事情，乔拉又带来一个坏消息：之前被龙妈解放的渊凯以及阿斯塔波，在他离开后，那些不安分的贤主又重新控制了城市，并且联合起来准备对其进行报复。这一消息让龙妈陷入了两难，同时也是他没想到的。于是他便放弃了进攻维斯特洛的最佳机会，选择留在了迷林。虽然乔拉试图劝说，但龙妈却告诉他：我若连奴隶湾都无法掌控，怎么能统治七国？ What then? I will do what queens do. I will rule. 这天，小男孩正无聊地打发着时间，他忽然发现扔出去的石头好像打到了什么，就连一旁吃草的羊也停了下来。当他定睛查看时，却被吓傻了。卓耿扇动着巨大的翅膀，如一片乌云笼罩了小男孩，接着从他头顶飞过，朝着四散逃离的羊群喷出了炽热的熔流。随后，他抓起一只烤熟的羊，消失在了天边。第二天，在迷林最高的宫殿中，牧羊人拿着一个包裹找到了龙妈。当他打开后，才发现里面竟是被烧成骨架的羊。唯一的生活来源，如今也都被卓耿一把火烧死。走投无路的他只能找到龙妈，希望能为自己主持公道。为了弥补他的损失，龙妈用3倍价钱进行了赔偿，这才让牧羊人满意的离去。然而，当第二个人拿着包裹走进来后，所有人的神色变得凝重了起来。只见老人颤颤巍巍地打开了包裹，里面竟是一个孩子的哭骨。老人始终难以相信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孙女就这样死去。众人听着他的哭诉陷入了沉思，而龙妈更是难以置信，被卓耿烧死的羊可以用金钱来补偿，但人命他又该拿什么赔偿？并且已经几个星期没见到过卓耿的身影。为了不让自己的龙再祸害百姓，龙妈狠心做了一个决定，她带着卓哥和维塞里昂来到了迷林城的地下室，并用铁链将他们锁了起来。看着还在争夺食物的孩子，龙妈心疼不已。曾经，龙妈因有了他们而感到骄傲，也曾盼望他们快点长大，成为自己最牢固的守护者。这时，卓哥与维塞里昂似乎察觉到被抛弃了，对着龙妈离去的背影伤心的嘶吼，但龙妈并没有回头。他本是解放奴隶的镣铐破除者，如今却为了百姓的安危，亲手为自己的孩子戴上了枷锁。在看了他们最后一眼，龙妈含泪关上了地牢的门。这天，小男孩送给巴利一封信，而内容就是多年前劳勃给乔拉的赦免信。如今送到迷林，其目的就是为了挑拨龙妈与乔拉之间的关系，想借此削弱他的总体实力。然而，当龙妈知道一切后，犹如晴天霹雳。她想不到自己最亲近的人，却是君临城安插在她身边的卧底。乔拉努力地解释，并祈求龙妈原谅，可早已伤透心的龙妈根本不想听。 You betrayed me. From the first,
You sold my secrets to the man who killed my father and stole my brother's throne. You want me to forgive you? I loved you. 乔拉第一次向龙妈表明自己的心意，没想到却是在如此尴尬的时刻。因为害怕失去，所以乔拉一直没敢坦白此事，以至于才会被人利用，伤透了龙妈的心。You have until dusk to collect your things and leave this city. If you're found in Marine past break of day, I'll have your head thrown into slaver's pay. 就这样，泰温仅凭一封信便离间了龙妈最亲信的人。不久后，龙妈命无垢者推倒了迷灵城的阴身女妖雕像，而这也引起了一个号称女妖之子组织的暴动。他们凭借对迷灵的了解，将无垢者引进了一处小巷。狭窄的空间内，无垢者难以发挥出武器的优势。经过一番搏杀后，他们不仅损失惨重，灰虫子也身受重伤。虽然巴利及时赶到将其救下，但却遭到了敌人的偷袭，不幸身亡。看着躺在自己眼前的人，龙妈难以接受。巴利斯坦曾跨越了半个世界来辅佐自己，而如今却死于小巷，死在戴着面具的懦夫手里。龙妈愤怒地抓起了迷灵所有家族的族长，她要用铁血的手段让这些人记住。在龙的震慑下，所有人被吓得瑟瑟发抖。就在龙妈准备杀死第二个人时，想起了巴利生前对他说的话：不要成为像你父亲蜂王那样的人。最终他没再动手。夜晚，龙妈回到住处，却意外发现了卓可。看着许久未见的孩子，龙妈欣喜若狂。乔拉的背叛加上巴利斯坦的离世，接二连三的打击让龙妈身心疲惫。此刻见到回来的卓耿，龙妈心里终于有了些许的安定。可龙天生难以驯服的习性，根本不想受到龙妈的约束，他一跃而起，消失在了夜空中。看着卓耿离开的方向，龙妈久久不愿离去，先后失去了自己的左膀右臂，如今龙也不再受她控制。于是龙妈决定与迷灵最大的贵族联姻，并答应再次开启竞技场。被驱逐后，乔拉并没有放弃，而是不远万里地绑架了小恶魔，想借此得到龙妈的原谅。可对于背叛自己的人，龙妈根本不想看到他，又一次狠心地将乔拉撵出了迷灵。为了能再次回到龙妈身边，乔拉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竞技场的决斗，因为最后的胜利者将成为女王的护卫。看着为自己战斗的男人，此刻龙妈心里有了些许困难。她不忍那个一路保护自己的人死在眼前，好几次都想暂停比赛，然而残酷的厮杀根本不允许她有片刻的思考。最终，乔拉凭借自己坚强的意志赢得了决斗。就在这时，他忽然拔出地上的枪，朝着龙妈投去，但标枪却越过了龙妈，杀死了一个想偷袭他的人。而这时，竞技场的观众席上忽然涌现出无数个头戴面具的人，接着他们开始疯狂地屠杀身边的人，瞬间场面陷入一片混乱。保护龙妈的无垢者也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就在这时，乔拉忽然出现，他看了看龙妈，并将手伸了过去，而这次他没再拒绝，选择了原谅。接着他保护着龙妈跑进了竞技场的后门，然而这里早已被埋伏好的叛乱者封死，唯一逃生的路也被阻断，他们只能在无垢者的保护下向着竞技场中央汇集。这时大批的敌人还在不断涌入，几分钟便将他们团团包围。虽然有无垢者在奋力的厮杀，而每一个试图接近龙妈的人也都被乔拉与达里奥搞定，但人数的差距始终难以弥补，被杀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龙妈看了看慌张的弥桑代，就如两人初见时的第一次谈话，跟着我会挨饿，会漂泊不定，甚至会有死亡的危险，但凡人必有一死。龙妈闭上了双眼，静静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忽然，一声龙吟划破天际，所有人惊恐地望着空中。最后时刻，卓耿华丽登场，咆哮声响彻在整个竞技场内。看着来救自己的孩子，龙妈重新燃起了希望。随后，卓耿对着伤害龙妈的敌人喷出了熊熊烈焰，瞬间四周被龙焰焚烧殆尽。这时，叛乱者却退到了更远处，开始用长矛攻击。由于体型庞大，卓耿很难避开。龙妈缓缓上前，为他拔下了身上的长矛。剧烈的疼痛让卓耿发出了愤怒的咆哮。望着眼前毫无畏惧的龙妈，卓耿似乎又看到了曾经那个气场十足的母亲。为了不让卓耿再继续受到伤害，龙妈迟疑地爬了上去，而这也是他第一次与龙飞行。接着，卓耿冲过人群，一跃而起。可卓耿带着他并没有回到迷林，而是飞向了遥远的北方。没了主心骨，加上新入队的小恶魔以及刚回归的乔拉，几人为接下来该怎么办吵了起来。眼下最主要的是找回龙妈，主持大局。最后经过商议，小恶魔留下来管理迷林，受伤的灰虫子带领无垢者一旁协助，而乔拉与达里奥这对情敌前去寻找龙妈。另一边，龙妈望着遍布在周围的山川，根本不知道卓耿飞了多久，也不清楚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此刻，卓耿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慵懒地匍匐在地上。因为龙妈担心迷林的局势，想让卓耿带自己飞回去，然而卓耿却将头转向了另一边，以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这让龙妈有些措手不及，她一气之下爬在了他的背上，可这也惹怒了卓耿。被摔下来后，龙妈也没脾气，只能独自离开，看看附近有没有可以吃的东西。
可还没等他走多远，就被2个陌生的骑兵发现。当龙妈看清他们的穿着时，忽然想到了什么，随后他悄悄摘下自己的戒指，扔在了草地上。就在这时，无数骑兵呼啸而来，短短的几秒钟，龙妈就被团团围住。而这些人就是曾经弃他而去的马族部落。龙妈怎么也想不到，卓耿竟将自己带到了多斯拉克人的地盘上。不久后，一直找寻龙妈的乔拉里达里奥发现了不远处被马踩过的草地，唯独中间一块草皮完好无损。感觉到异常后，乔拉连忙下马查看，在草地上，他找到了龙妈刻意留下的戒指。接着，乔拉断定龙妈已经落入多斯拉克人的手里了。迷林城中，阴身女妖的信徒依旧在四处作乱。小恶魔与瓦里斯换了一身普通人的衣服，正在城中巡查情况。忽然钟声大作，惊慌失措的人群向着城中跑去。2人急忙逆着人流赶到港口处，只见无数只船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没有了船，他们想返回维斯特洛大陆的希望也就破灭了。几天后，瓦里斯带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他告诉众人，目前整个奴隶湾除了迷林，其他城市已经恢复了奴隶制度，而这也就意味着龙妈之前付出的心血将毁于一旦。几人商量着对策，但却没有任何办法。这时，小恶魔想起了关在金字塔下面的2只龙，因为他曾在书中得知，在几千年前，龙妈的祖先伊耿统治了维斯特洛大陆后，把龙锁了起来，开始圈养。几代之后，龙逐渐退化，而且越来越小。接着，他表示龙拥有极高的智商，应该能辨别敌人与朋友。于是他决定到地下室释放被龙妈锁起来的龙。当他拿着火把来到金字塔后，四周一片漆黑，偶尔能听到铁链以及龙低沉的吼叫声音。就在他慢慢靠近时，一股蓝焰迎面而来。这时，小恶魔连忙表示自己并没有恶意。眼见2个蓄势待发的龙没有进攻的意思，他这才放下火把，然后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慢慢地向龙的身体靠近。接着他鼓起勇气，拔掉了龙脖子上的插销。这时，另一只龙眼见自己的兄弟获救，他将脖子主动伸了过来。就这样，小恶魔解除了雷戈与维赛里斯身上的枷锁，没了束缚，他们朝着金字塔深处走去。直到小恶魔看到一旁被吓呆的瓦里斯，他才感觉到了后怕。Next time I have an idea like that, punch me in the face. 雷戈与维赛里斯摘掉了枷锁，而龙妈却被多斯拉克人绑了起来。而这样的鞭子，他已经来了3天3夜。不久后，龙妈随着大部队来到了多斯拉克的大本营马王之城。时隔多年，他又一次回到了这里。如今的马族早已今非昔比，不再是曾经那个只有几千骑兵的小部落了。作为阶下囚，龙妈被献给了当地的卡奥摩罗。从没见过银发蓝眼的女人，摩罗对她起了征服之心。接着就要当场扒龙妈的衣服，但龙妈突然说出只有他们懂得马族语言时，几人愣在了当场。眼见摩罗不再动手，龙妈报出了自己一连串的称号，本以为这样可以吓退摩罗，然而迎来的却是几人的嘲笑。可当龙妈骄傲地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卓格卡奥也曾是统领6万多斯拉克骑兵的一名卡奥时，摩罗不仅停止了动手，还变得严肃起来。因为按照马族人的祖训，所有已故卡奥的妻子是不能碰的。接着他给龙妈松开了捆绑，但并没有让她离开，而是将她关进了多西卡里，一个所有卡奥遗孀孤独终老的地方。随后他们让龙妈换好衣服，将她带到了马族统领面前。这时一个统领提议将龙妈送给袁凯的领主，可以换几千匹马，或者将她送给手下的血魔卫。听着几人讨论对自己的审判，龙妈镇定自如，看着周围熟悉的一切，龙妈告诉在场的所有人，马王卓戈卡奥曾在这里为我发誓，要做所有卡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他会带领马族踏平维斯特洛大陆，杀死住在石头房子里的人。而如今你们拥有10几万人，却在这里讨论如何洗劫村庄，如何讨好奴隶主。你们没有一个配做马族的领导者。听完龙妈的话，众人开始纷纷嘲笑，他们要看看一个即将被处死的弱女子凭什么敢口出狂言。这时的龙妈依旧面带微笑，只见她将手缓缓放在了燃烧着烈焰的火盆面前。一瞬间，火光弥漫了整个帐篷，首领们到处逃窜寻找出口。可此时的门外早已被乔拉和达里奥毒死，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火盆的倒下，这里的所有人都葬身在了火海之中。族人们见有起火，纷纷赶来围观。这时炙热的烈火中，一个银白色头发的女人从火焰中缓缓现身，而她正是不焚者龙妈。如果说第一次龙妈的浴火重生代表的是她逆袭的开始，那么这一次的浴火而出就是她崛起之路最后的审判。就这样，马族数10万骑兵被龙妈收入麾下。第2天，她带着浩浩荡荡的大军踏上了回归迷林的旅途。从嫁入马族当上王后，再到丈夫卓戈卡奥离世，已时隔多年，龙妈终于再次统领马族。而不同的是，那个曾2次遭到放逐，又2次证明自己回到了他身边的乔拉，这一次并没有与他凯旋而归。在动身前，龙妈发现乔拉的灰鳞病已经恶化。虽然乔拉很想留在他身边，但灰鳞病是一种能致死的传染病，如果留下来，今后只会成为龙妈的隐患。万般不舍，乔拉还是选择了离开。Goodbye, Khaleesi. Do not walk away from your queen. You have not been dismissed. You swore to obey my commands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他用女王的身份命令乔拉一定要找到灰鳞病的解药，因为在他夺回铁王座的那一刻，
需要乔拉陪伴在自己身边。看着龙妈离去的身影，乔拉也踏上了寻找解药的路途。就在带着大部队回归迷林的途中，龙妈突然看着前方，若有所思。接着她让达里奥与部队原地等待，自己则驱马离开。不久后，始终不见龙妈回来，达里奥准备去寻找。忽然一声龙吟从遥远的天际传来，众人听着声音诧异地寻找着，但看到的只是一团黑影。这时万米高空，一个庞然大物从他们头顶划过，接着出现在了众人眼前。而这只巨龙就是消失已久的卓耿，他曾是龙妈最后的依仗，也曾弃龙妈而去过。但在迷林的竞技场，卓耿再次感受到龙妈王者般的气场后，他回到了母亲身边。不仅马族崇尚强者，龙同样也是。而这次卓耿的回归将不再离开。看着遍布在四周的马族战士，龙妈霸气地告诉他们：“我将带你们完成卓格卡奥曾许诺给我的礼物，那就是骑着世界上的木马横渡黑水河，杀死穿着铁衣服的人，拆了他们的石头房子。”从此刻起，龙妈才彻底征服这些骁勇善战的马族。而另一边的迷林城情况却不容乐观，女妖之子的叛乱还在继续。瓦利斯凭借自己强大的情报系统，查出了其幕后的资助者正是渊凯以及阿斯塔波的奴隶主。为了稳定目前的局势，小恶魔将他们约到了迷林进行求和，但这一做法却迎来了灰虫子以及尼桑代的反对。出生奴隶的两人深知那种制度的可怕，求和也就意味着奴隶制度的延续。谈判中，渊凯的代表直入主题，表示龙妈必须带着自己龙以及军队撤离迷林，因为他阻碍了几人的生财之道。有着外交经验的小恶魔则不以为然，他告诉奴隶主，女王的目的地在西方，并不会一直待在迷林，何况奴隶并不是唯一的赚钱手段。接着他以龙妈的代言人告诉几人，奴隶制度不会一夜之间废除，而是给你们7年的时间缓冲，其中奴隶主的损失会得到相应的赔偿，但作为交换条件，必须停止对阴身女妖的资助。就这样，几人接受了小恶魔的提议，而他的真正目的是为迷林争取时间，等待龙妈的回归。然而，和平并没有持续多久，一阵急促的警钟声打破了宁静。The masters have come for their property. 他们违背了约定，并且开始集结船只进攻迷林。虽然这时的小恶魔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此刻已经于事无补，而无垢者也只能死守在金字塔内，因为之前带来的船也被阴身女妖烧毁。正当几人不知该怎么办时，金字塔的上方忽然传来恐怖的袭击。从来没参加过战斗的弥桑代也拿起了武器，所有人严阵以待。在灰虫子的命令下，无垢者打开了房门，可当他查明外面的情况后，却纷纷跪了下来。见到龙妈的这一刻，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而她是比龙妈率先坐上铁王座的女人，名叫瑟西·兰尼斯特。靠着智谋远虑的思维和心狠手辣的决绝，在劳勃死后顺利接过了7国之首的王位。那些曾试图阻碍她的人，没有一个可以活着离开，因为她心知肚明，在这片大陆上，如果你不当最后的赢家，那么就只有死路一条，没有中间地带。龙妈的迅速崛起很快就引起了君临城内瑟西的重视，为此他还让手下提前制作出了可以对付远古巨龙的弩箭。瑟西也将会是龙妈征服7国路上最大的敌人。与此同时，龙妈终于回到了生她养的她的故乡龙石岛，抚摸着脚下的热土，她久久难以释怀。从逃到潘托斯，再回到这里，已经过去了20年。如今她有悍不畏死的无垢者，10万骁勇善战的多斯拉克骑兵，以及3只可以毁灭一切的成年巨龙。以龙妈现在的势力，推倒瑟西，拿下铁王座可以说是信手拈来。但龙妈却不想这么做，因为她不想成为父亲蜂王那样搞得生灵涂炭。于是龙妈听取了小恶魔的建议，由多恩以及亚拉尔的军队围困君临城，而无垢者绕到西岸偷袭兰尼斯特老巢凯岩城，断绝瑟西的后路。另一边，由于异鬼大军的日渐壮大，绝境长城对其的压制，此时已经变得岌岌可危。如果灾难真的发生，那么第一个遭殃的肯定是山脚下的北境。身为北境之王的雪诺深知事态的严重性，当他得知异鬼的唯一克星是龙晶后，而制作龙晶的矿石只有龙石岛才有时，他不顾众臣的反对，毅然决然地来到了龙石岛。可雪诺与龙妈的第一次相遇并没有那么顺利，刚一见面，龙妈就给了对方一个下马威。You stand in the presence of Daenerys Stormborn of House Targaryen, rightful heir to the Iron Throne, rightful queen of the Andals and the First Men, protector of the Seven Kingdoms, the mother of dragons, the Khaleesi of the Great Grass Sea, the Unburnt, the breaker of chains. This is Jon Snow. He's king in the north. 爆出了那一连串的头衔后，接着又让对方给自己行跪拜之礼，以表对女王的臣服。身为北境之王的雪诺，虽然头衔不多，但也不可能随便听命于他人，更别说跪拜支持。见雪诺如此态度，龙妈自然也不会相信他口中异鬼的存在，因为那毕竟是几百年前的传说，况且自己根本没见过。就这样，双方的第一次见面以不欢而散告终。随后，小恶魔劝说龙妈，这是一次拉拢盟友的好机会，如果我们的龙晶石到时候针对他们有用，
那么日后一定会赢得北境子民的拥护和爱戴。于是龙妈听取了他的意见。就在他们来到开采龙晶的矿洞时，石壁上的刻画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古人清晰地记载了异鬼的模样和人们与其对抗的画面。这下龙妈终于心有所动，相信了异鬼的存在。可就在这时，一个更坏的消息也传到了龙妈耳朵。之前派出去的雅拉姐弟俩刚出发不久就被亲叔叔游轮埋伏，不仅所有的船只被毁，雅拉也让游轮抓了起来。看着自己姐姐被俘，西恩还是没能战胜内心的恐惧，选择了跳船逃生。而另一边的无垢者虽以损失极少的兵力拿下了凯岩城，可当灰虫子看见自己舰队被毁时，才发现他们中计了。原来小恶魔的一切部署都在其哥哥的预料之中。詹姆给他们留下了一座空城，而此刻的他带着兰尼斯特的大部队来到了多恩王国。荆棘女王看着浩浩荡荡的大军，知道自己输了。詹姆并没有用残忍的方式处决他，而是带来了一瓶毒药。圣王败寇，老玫瑰没有犹豫喝下了毒酒。临行前，他告诉了詹姆一个震惊的消息 Tell Cersei, I wanted to know it was me. 原来瑟西与詹姆的儿子竟是被他下药毒死的。当龙妈得知自己的3大盟友在1天内被灭后，怒发冲冠。他想不到自己回归维斯特洛大陆的第一战却以惨败告终。于是龙妈决定御驾亲征，让对方尝尝龙焰的威力。而刚刚大获全胜的詹姆跟自己的军队带着大量的战利品踏上了回城大道。就在这时，如无数只野兽狂奔的轰鸣声打断了他们的行进。詹姆知道危险将至，他赶紧命令队伍进入战斗准备。伴随着轰鸣声越来越近，多斯拉克骑兵按高举弯刀出现在地平线的尽头，浩浩荡荡地向他们狂奔而来。就在所有人都在为如此场景感到恐惧时，突然一声龙鸣划破了天际，龙妈骑着卓梗乘风而来，巨大的翅膀如同乌云密布，将阴暗与绝望散播给每一个面向他的敌人。接着龙妈一声号令，有巨龙卓梗的加持，战争很快就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敌人的防御如同火纸一般，被从天而降的火焰撕裂得千疮百孔。在英勇善战的多斯拉克骑兵面前，兰尼斯特部队被屠杀得溃不成军。要想扭转局面，詹姆知道巨龙才是关键，于是他让副将去拿出最新研制的屠龙弩箭对付这个庞然大物。副将扬起弩箭瞄准了天空的巨人，然而带着他们所有希望的箭并没有射中，而是从龙妈的身边擦肩而过。见有人对自己攻击，龙妈立即调转方向，朝着弩箭笔直地冲了过去。就在龙焰即将来临之际，卓梗被射出的第2箭击中，剧烈的疼痛让他失去了方向。伴随着肆虐的长啸，卓梗犹如巨大的陨石，快速向地面坠落。好在最后时刻靠着山洞容易找回了平衡。下一秒，烈焰脱口而出，瞬间融化了重伤他的屠龙弩弓。落到地面的龙妈看着自己的孩子不断的咆哮，她想将卓梗身上的长毛拔出来，可仅凭她的力量根本无法撼动这根利剑。而看到龙妈正在分神，詹姆提起了长枪，朝着她冲了过来。就在危机时刻，龙妈发现了詹姆，卓梗也缓缓转过了头，伴随着一团火焰的喷涌而出，为这场战争也画上了该有的定局。战后，龙妈没有赶尽杀绝，而是劝他们投降，为自己所用。剩下那些誓死不从的，龙妈便不再客气。等龙妈骑着卓梗再次回到龙石岛时，雪诺并没有离开，而是提前在这里迎接龙妈的凯旋。雪诺终于意识到了她的强大，于是想请龙妈出兵帮忙消灭异鬼。因为他刚收到了布兰的一份信，而内容是看到了夜王和他的尸鬼军团正在向绝境长城进化。面对雪诺的请求，龙妈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此时的2个女王正在争夺铁王座。如果龙妈撤走，带兵前往永东之地，那么相当于将国家拱手让给瑟西。这时一旁的小恶魔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去抓一个尸鬼标本，然后带到瑟西面前，让他相信夜王以及死人军团的真实存在，从而将瑟西也拉进来，共同抵抗异鬼入侵，保护人类家园。面对这个明显是在给敌人喘息机会的提议，龙妈居然同意了。不得不说，从小恶魔加入龙妈团队以后，智商便开始直线下降。就这样，由雪诺带队准备前去永东之地活捉尸鬼，而乔拉也治好了灰灵病，重新回到了龙妈身边。与此同时，夜王开始对人类发动进攻，并找到了森林之子的洞穴。而森林之子与夜王之间的关系，后面会讲到。只见夜王缓缓将手放在了覆盖冰雪的地面之上，瞬间大地震动，森林之子布下的魔法也被摧毁。接着夜王抽出身后的冰刀，无数尸鬼在他的号召下开始进攻。虽然森林之子拥有魔法炸弹，可面对魔法免疫的夜王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就在他们准备撤离时，发现已经晚了，密密麻麻的尸鬼已经包围了整个余梁木，并且冲进了洞穴之内。看着越来越近的尸鬼，森林之子放弃了逃生的希望，他点燃了手中最后一颗炸弹。随着一声巨响，他与蜂拥而来的敌人同归于尽。另一边，雪诺带着临时组建的小队历经艰辛，终于发现了一支异鬼的巡逻小队。随后他们偷偷设下了埋伏，在趁异鬼分神时，几人一拥而上将其解决，同时也顺利抓到一个尸鬼标本。然而他凄厉的吼叫声让雪诺意识到了危险，
匆忙的逃跑中，他们误入了一处结冰的湖面。这时，无数尸鬼大军突然出现，死亡的恐惧瞬间向他们袭来。雪诺众人拼命朝着湖中央跑去。掉队的几个被尸鬼残忍地扑进了湖面，脆弱的冰面在难以承受，开始断裂，一个接一个的尸鬼纷纷掉了进去。几秒钟后，雪诺等人就被团团围困在湖中央，而等待他们的将是无尽的黑暗。另一边，詹德利还在拼命地奔跑着，而他要回到绝境长城寻求支援。在雪诺等人被异鬼发现时，他被单独派了出来。终于在詹德利倒下的最后一刻，将消息送到。一夜过后，湖面又重新结冰，尸鬼大军依旧矗立在周围，但却迟迟没有发动进攻的意思。此时，雪诺知道唯一逃生的希望就是等待龙妈的支援，想强行冲出去或者杀死山顶上的夜王，以他们目前的战力根本无法做到。这时，无聊的猎狗朝着对岸的尸鬼扔出去了一块石头，接着是第二块。尸鬼看看停在脚下的石头，然后抬起了头。一个接一个的尸鬼开始向湖中央汇集，大战一触即发。随着尸鬼源源不断的加入战斗，雪诺等人也开始出现伤亡，而死去的尸鬼却还能站起来。他们拼命的厮杀着，但留给几人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与此同时，龙妈也得知雪诺等人被困，于是决定前去营救。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将要飞去最危险的地方。小恶魔试图劝说龙妈，但这次他没有听取小恶魔的建议，坚定地坐在了卓梗背上。而龙妈的这一决定也将给他带来难以接受的后果。雪诺等人依旧在誓死抵抗着。就在这时，一股龙焰从天而降，龙妈终于在最后时刻赶到。有着3条巨龙的加入，局势很快被扭转。然而雪诺的恋战却给了夜王机会。只见他手握着寒冰标枪，不慌不忙地瞄准了天空中的维赛里斯，然后猛地投出。这一刻，龙妈恨不得能替自己孩子挡下这一切。维赛里斯像断了线的风筝朝湖面落去，鲜血洒满了整个天空，重重地摔在了冰面上。维赛里斯缓缓地闭上眼睛，身体渐渐消失在了冰冷的湖水中。卓梗伤心的叫声响彻在整个山谷内。夜王没留给他们悲痛的时间，拿起了第2把冰枪。此刻雪诺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就在他想返回去时，被迎面而来的尸鬼扑进了湖中。龙妈看着越来越近的夜王，再不敢停留。卓梗也察觉到了危险，扇动巨大的翅膀一跃而起。还好他躲避属性比较高，才逃过一劫。龙妈看了看维赛里斯消失的湖面，只能恋恋不舍地离开。绝境长城外，卓梗孤独的身影盘旋在空中，久久不愿离去。龙妈眺望着远方，等待着奇迹的出现，但现实却如此残酷。她怎么也没想到，陪伴自己的孩子就这样死去了。为了自己心中坚持的梦想，龙妈不知道这样到底值不值得。就在她准备离开时，忽然阵阵号角声传来，一匹马驮着雪诺出现在了长城脚下。原来卓梗带着龙妈等人走后，雪诺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从湖中爬了出来。另一边，无数尸鬼拖着沉重的铁链，随着冰层的破碎，维赛里斯被拉了出来。夜王缓缓来到他身前，然后将手放在龙头之上。原来他围困雪诺等的就是龙妈，这也是夜王的真正目的。而接下来的一幕是所有人都不想看的。另一边，龙妈以付出1只龙的代价抓回了尸鬼标本，准备带到瑟西面前商讨停战协议。而双方谈判的地点就在君临城的龙穴内，这里曾是坦格利安家族圈养龙的地方，如今已经时隔100年。很快，各方势力的代表陆续到场。瑟西一袭黑裙，气场十足，众人纷纷落座后，唯独不见龙妈现身。就在这时，一声龙吟传来，所有人疑惑地望向天空。卓梗扇动着巨大的翅膀，停在了龙穴破败不堪的城墙上。瑟西假装镇定地看着眼前这个庞然大物。此时，如果龙妈愿意，她只需要一声令下，这里所有的人都将化为灰烬。然而，龙妈带着诚意而来，并不想那样做。We've been here for some time. My apologies. 随后，这场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谈判正式开始。因为瑟西不相信异鬼的存在，对雪诺提出双方暂时休战的提议并不认可。虽然龙妈表示在此期间可以保证君临城的安全，但瑟西却觉得他是在借此扩充自己的势力。眼见谈判无法进行，小恶魔让猎狗将抓住的尸鬼带了上来。在众人疑惑不解的眼神中，猎狗一脚踹开了箱子。这时被关久的尸鬼朝着瑟西走去，突然的变故让他再也没了刚刚的淡定，而没去过永东之地的人更是被眼前这个怪物吓坏。接着龙妈告诉他们，这样的尸鬼有数十万，并且只有火以及龙精才能杀死尸。瑟西终于不再坚持，同意了合作，并答应会派兵前往临东城。另一边的绝境长城，托蒙德惊讶地望着长城脚下。此时异鬼带着他们的尸鬼大军已经抵达东海望，然而却没有发动进攻，只是静静地矗立在四周，似乎在等待着什么。这时漆黑的天空，一声龙吟划过，夜王骑着被变成冰龙的维赛利昂霸气登场。这时托蒙德才意识到危险，然而夜王根本没有给他们逃跑的时间。冰龙喷出的蓝色火焰瞬间侵蚀了厚厚的长城，一次次的俯冲之下，冰封了千年的绝境长城在这一刻轰然倒塌，而阻挡了异鬼数千年的屏障就此化为灰烬。夜王带着他的尸鬼大军终于踏进了人类的领土。
与此同时，龙妈和雪诺也来到了前线补给。卓耿与雷哥飞过天空，引来了无数人的围观。龙妈第一次将自己的实力展现在民众眼前。林东城内，士兵们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接下来的战争。另一边，詹姆也开始着手派遣军队，然而却被瑟西拦下，并阻止了他想出兵的举动。原来从一开始，瑟西就没想过要与龙妈合作，而是想等两败俱伤后，好坐收渔翁之利。面对这个被权力冲昏头的姐姐，詹姆试图劝说，希望她认清现实。最终，不管哪一方胜利，都会向君临进攻。但瑟西依旧面不改色，因为他已派幽轮前往厄索斯，并且雇佣了全大陆最强的黄金团，而他只需要等待最后的结果。詹姆最终没有选择留下，而是以一个骑士的尊严踏上了前往北境的路。大战前一天，龙妈带着雪诺来到了巨龙面前，并鼓励地让他尝试驾驭雷哥。别人谈恋爱都是花前月下，而龙妈征服男人却是御龙飞行。随着雪诺的慢慢适应，他与卓哥也越来越默契，两人的感情在这一刻也不再掩饰。夜晚终于到了与夜王决战的时刻，可当先头部队接近尸鬼军团时，黑暗瞬间笼罩了他们。那些带着所有人希望的火光，一点点的熄灭在了众人眼前。死一般的宁静之后，尸鬼军团终于出现在了视野之内。瞬间无垢者被淹没，这根本不是一场战争，而是单方面的屠杀。就在这时，一道烈焰划过，关键时刻龙妈与雪诺及时出现，这才暂时压制住尸鬼大军进攻的步伐。然而夜王却没给龙妈太多时间，操控着风暴将他与地面战场强行分开。没了龙妈的支援，联军开始节节败退，而无垢者依旧坚守着阵地。在灰虫子的带领下，他们掩护着众人向城中撤去。然而面对无穷无尽的尸鬼，看着自己的人被一点点蚕食，灰虫子忍痛拉起了提前准备的屏障。可由于风雪肆虐，射出去的箭始终无法点燃篝火，最终还是在无垢者的层层保护下，红袍女巫点燃了屏障。瞬间，林东城被火焰包围，同时也阻挡了尸鬼的进攻。被风雪迷失的龙妈也找到了方向。此刻，众人总算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布兰趁机将意识附在了乌鸦身上，开始寻找着夜王的踪迹。可就在他找到时，夜王缓缓抬起了手臂，下一秒被操控的尸鬼用身体覆盖在了火焰之上。就这样，林东城的最后一道防线被撕开，无数尸鬼如潮水般向着城墙冲去。被异变的巨人第一个破门而入，他只是轻轻一挥，莱安娜·莫尔蒙就被击飞。看着自己的族人遭到残忍的屠杀，弱小的莱安娜坚强地爬了起来。随着一声响彻天际的怒吼，她冲向了巨人。虽然在巨人面前，莱安娜是如此渺小，但她从没忘记自己的誓言。I will not hide any ground. I pledge to fight for the North, and I will fight. 尽管骨头嘎嘎作响，他仍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将龙筋插进了敌人眼中。随着巨人的倒下，莱安娜·莫尔蒙就此谢幕。万米高空，夜王俯冲之下，一道蓝色烈焰瞬间摧毁了林东城的城墙，而这也暴露了他的行踪。冰龙与火龙第一次碰撞到了一起，曾经他们是被龙妈孕育出的孩子，也是并肩作战的兄弟。曾一同陪伴龙妈走过了无数个日夜，如今他们却相互厮杀了起来。雷哥痛苦的嘶吼回荡在天际。忽然卓耿迎面而来，将夜王踹下了冰龙。但面对龙妈，夜王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可令龙妈想不到的是，夜王不仅没被烈焰烧死，反而对龙妈露出了轻蔑的一笑。接着他捡起了地上的冰枪向龙妈投去，好在被卓耿躲开。此刻的林东城已经岌岌可危，尸鬼遍布在每个角落。存活下来的人机械地挥动着手中的武器。雪诺知道唯一的机会是杀死夜王，才能终结掉这场战争。可当夜王抬起手臂的那一刻，所有的希望化为了泡影，一个个死去的人类被复活了过来。蓝色的瞳孔表示着他们成了死人军团的一员。无助和绝望弥漫在每个人心中。夜王冷漠地转身向着布兰杀去，他想要抹去这个世界，就必须杀死布兰，因为布兰是这个世界的记忆。龙妈第一次拿起了武器，与守护了自己一生的人并肩而战。乔拉曾是他懵懂无知时的依靠，也曾被他驱逐了无数次，但乔拉爱着龙妈的心始终没有改变过。即使这份爱没有回报，即使他爱的卑微，爱的懦弱，但乔拉依旧用自己残破不堪的身体挡住了一次次挥向龙妈的利刃，因为他知道自己还不能倒下，那个爱了一生的人就在身后。余梁木下，西恩已经弹尽粮绝，守护布兰的人也只剩他一人。夜王已经越来越近，曾经西恩弃史塔克而去过，如今他要用手中的武器完成最后的救赎。可面对强大的夜王，西恩失败了，即使他已用尽了全力。就在夜王拔刀准备杀死布兰时，二丫从天而降，接着他将龙筋换到右手，狠狠刺入夜王的身体，铺垫了7计，地表最强的人就这样化为了阴茎。没了夜王，尸鬼大军也停止了进攻，纷纷倒地。乔拉在确定龙妈安全后，终于闭上了眼睛。
人类赢下了这场战争，但也因此失去了太多的人。庆功宴上，所有人把酒言欢，唯独将龙妈冷落在了一旁。他们夸赞着雪诺的英勇与智谋，将她当成了最大的功臣，却忽略了龙妈为此付出的一切。她失去了乔拉，失去了一半的兵力，而此刻瑟西的实力加上雇佣的黄金团，兵力已经与龙妈持平。然而，当龙妈要求北境出兵讨伐瑟西时，珊莎却以休整为由拒绝了她的提议。I came north to fight alongside you. Great cost to my armies and myself. Now that the time has come to reciprocate, you want to listen. 但珊莎依旧坚持不肯出兵。龙妈本可以在回归龙石岛的第2天就可以轻松拿下铁王座，但她听取了小恶魔的建议，围困君临，从而导致3大盟友被害，再到答应雪诺来北京对付夜王，然后失去了一只龙。每走一步，她都在偏离着自己的梦想。如今龙妈不仅没有赢得人心，反而让自己陷入了绝境。君临城内，瑟西将数千万民众放进了红堡，他并不是大发善心，而是要利用这些无辜的人。因为龙妈想要拿下君临，就必须要屠尽城中百姓。自己的孩子惨死，尼桑代也被抓。瓦利斯还想试图劝说龙妈保持冷静，他不希望龙妈变成那个一直努力打败的敌人。但又有谁能明白此刻龙妈的心情呢？她曾是万人敬仰的弥沙，也是镣铐破除者。一路走来，她将子民放在了第1位，可善良带给她的却是一次次的偏离梦想。I'm here to free the world from tyrants. That is my destiny, and I will serve it no matter the cost. 第2天，弥桑代被绑住了双手，站在城墙之上等待着审判。瑟西高傲地看着城下的龙妈，接着双方的国王之手开始谈判。小恶魔要求瑟西释放弥桑代，并且无条件投降，但科本同样告诉小恶魔，如果你们不投降，那么弥桑代会被就地正法。他认为此时龙妈的军队已经疲惫不堪，并且只有一只龙根本不具备拿下君临的实力。2个是彼此为篡夺者的女王，没人愿意让步。就这样，谈判以失败告终。If you have any last words, now is the time. 从跟随龙妈起，他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但弥桑代从没有后悔过。他看了看自己深爱着的人，说出了最后的遗言。随后，魔山抽出了剑，砍掉了弥桑代的脑袋。弥桑代不仅仅是龙妈的翻译，也是她最亲信的闺女。如今被瑟西杀害，龙妈的仇恨瞬间点燃。她发誓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将瑟西碎尸万段。然而令龙妈想不到的是，瓦利斯却背叛了她。他竟让小女孩给龙妈饭菜里下药。此时的龙妈已经心力绞碎，并且已经几天水米未进了，这才没让她得逞。而瓦利斯背叛龙妈的原因，是因为小恶魔告诉了他雪诺的身世。原来雪诺并不是奈德的私生子，他的父亲名叫雷加坦格利安，是龙妈的哥哥，而雪诺也成了继承铁王座的第1人选。当得知此消息后，龙妈曾让雪诺发誓守护这个秘密，然而耿直的他却将消息透露给了家人。珊莎因为嫉妒龙妈的势力，故意将消息告诉了小恶魔，这才导致了瓦里斯的背叛。他不仅想要杀死龙妈，还试图拥护雪诺坐上铁王座。I don't want it. I never have. 2人的谈话被小恶魔得知，而他最终选择将瓦利斯的所作所为告诉了龙妈。夜晚，龙妈命令无垢者与北境大军汇集前往君临。小恶魔见已无力阻拦，更担心龙妈会像他父亲那样做个灰烬女王，于是他祈求龙妈给那些无辜者一个机会，如果到时候瑟西的将领们投降了，那么就会鸣钟并且打开城门。当听到钟声时，他希望龙妈可以停止进攻。最后，龙妈看了看灰虫子，便同意了小恶魔的提议。接下来将是龙妈的最后一战。虽然游龙的舰队已经蓄势待发，但这次龙妈选择了偷袭。她驾驭卓耿从万米高空俯冲之前，游龙连忙调转巨弩的方向，但弩箭根本无法瞄准目标，加上机动性较差，卓耿几个来回就解决掉了海面上舰队。随后他划过海面，向着红堡冲去。城墙上，即便所有的巨弩都对准了卓耿，但却没有一个能命中，有的甚至没来得及发射，就葬身在卓耿的火焰之中。君临城内无数百姓开始恐慌，可此时红堡的大门却被瑟西下令关闭，因为他从没关心过这些无辜人的死活。城外2万装备精良的黄金团士气高昂，面对龙妈残余的实力以及疲惫不堪的军队，黄金团首领有着绝对的信心赢下这场战争。然而一声巨响传来，破灭了他们所有的希望。坚固的城墙轰然倒塌，炙热的火焰瞬间淹没了黄金团的骄傲。卓耿的到来吹响了龙妈进攻的号角，黄金团首领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就被灰虫子一枪解决。无垢者与多斯拉克的骑兵很快冲进了君临，有了卓耿的加入，地面战场很快成了一边倒的屠杀。此时的兰尼斯特军队已经溃不成军。瑟西站在高高的城堡内，望着空中的卓耿，他依旧不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即使科本告诉他城墙上所有巨弩被毁，还有游龙把守黑水湾的舰队已陷入火海，瑟西仍然坚持他的军队会为他而战。 The Red Keeper's never fallen. It won't fall today.
然而面对势不可挡的无垢者以及一支远古巨人的阵势，瑟西的军队并没有他想的那般坚定，而是纷纷扔掉了手中的武器。雪诺终于长舒了口气，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开战前，小恶魔就反复叮嘱过他，只要瑟西的军队投降，那么他们就要停止进攻。而这个条件，龙妈也曾答应过小恶魔。此刻，所有人开始催促瑟西敲响钟声。龙妈虽有不甘，但她给了瑟西机会。终于，悬挂的钟被敲响。凝望着远方的红堡，龙妈似乎听到了瑟西对她的嘲笑，嘲笑她的懦弱与善良。所有的委屈、愤怒向龙妈袭来。凭什么瑟西可以借可笑的钟声就叫停了战争，而他却要顾虑所有人的想法？越想越难以压制心中的怒火。龙妈驾着卓梗跃而起，朝着城内飞去。她永远忘不了弥桑代死前的遗言，更加难以忘记自己孩子被射杀时的惨状，还有那无数死在尸鬼刀下的无垢者。所有对瑟西积攒的仇恨，不是简单的钟声就可以接过。他曾发誓捍卫那些跟随自己的人。And I swear to you that those who would harm you will die screaming. 如今龙妈要兑现自己的诺言，接着她将愤怒一股脑地发泄在了这座城中。龙妈屠城了，不管是瑟西的军队还是无辜的百姓，都淹没在了卓梗的浓烟之中。灰虫子见龙妈动手，也拿起了手中的武器。雪诺看着眼前的杀戮，想阻止，但却身不由己。此时的灰虫子已经杀红了眼，这一刻他不为自己而战，也不为龙妈而战，他为心中的挚爱，为失去的弥桑代而战。曾经他是奴隶主手中的商品，没人在意过他这种特殊的存在，直到遇见弥桑代，才让他体会到被人呵护关心时的温暖。曾经答应弥桑代等战争结束后便带他回故乡的承诺，如今也难以实现。此刻他只能用手中的武器发泄着心中的思念。雪诺难以接受灰虫子以及龙妈的所作所为，因为他不曾失去过什么，所以他根本无法体会那种失去最爱之人的心疼。此时的君临城内哀嚎遍地，杀戮弥漫在每个角落里。瑟西看着越来越近的卓梗，终于害怕了。然而龙妈却并没选择直接摧毁他。一向不择手段的瑟西终于不再坚持，同意了科本的提议，选择了逃亡。可没等他们走出红堡，就被猎狗拦住了去路。而他的目的并不是杀死瑟西，而是找眼前这个变成怪物的哥哥。瑟西趁机逃走，彼此仇恨的两兄弟一番决斗之后，选择了同归于尽，恩怨也就此终结。红堡的地下，瑟西终于见到了前来营救自己的詹姆。或许只有在生死时刻，瑟西才明白谁才是那个真正爱自己的男人。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随着红堡的崩塌，做了一辈子的地下情人，他们到死也没能过上想要的生活。龙妈的怒火烧尽了一切，君临城再没有了往日的生机。看着一路陪伴自己征战的无垢者和多斯拉克骑兵，龙妈满脸欣慰。她没有辜负这些誓死跟随自己的人，因为曾许给他们的诺言，龙妈都一一做到。Anhan, reheshi sandati. 这时，小恶魔缓缓来到龙妈面前，他再也没有了以往的尊敬，而是扔掉了龙妈曾亲手为他戴上的国王之手。此时，喧闹的广场瞬间安静了下来。小恶魔的这一举动相当于背叛，龙妈既惊讶，同时也很愤怒，但他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中处决小恶魔，而是命无垢者将其带了下去。对小恶魔的遭遇，雪诺联想到了自己，因为他觉得目前他成了威胁龙妈坐上铁王座的人。于是雪诺找到了小恶魔，而小恶魔也抓住了机会，开始说服雪诺。You've tried to protect people. Who's the greatest threat to the people now? Who's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rightful heir to the Iron Throne? 这一刻，雪诺心动了。小恶魔明白，此时只有雪诺才能接近龙妈，只有杀死龙妈才是他唯一活下去的机会。两人堂而皇之的将自认为的正义放到了制高点，从而来洗脱自己的自私。但他们忘记了一点，龙妈从来没有伤害过跟随自己的人，反而包容性极强。在小恶魔落魄的时候，龙妈收留了他，还赋予了他女王最高的待遇——国王之手，并且在与异鬼决战时将他藏在了地窖中。You'll be in the crypt. 而小恶魔却将詹姆与瑟西的死归结在了龙妈身上。如果不是他私下给了詹姆希望，那么悲剧也不会出现。漫天飞舞的雪花中，雪诺一步步向着龙妈所在的宫殿走去。守护在外面的卓梗并没有阻拦他，因为他相信这个男人不会伤害自己的母亲。在破败不堪的宫殿内，龙妈终于见到了那把象征权力的王冠，这是他追逐了一生的梦想，今天终于如愿了。